由於權力鬥爭，金正男北韓前領導人金正日嘅大仔遭到暗殺。而令人驚訝嘅係，今次暗殺嘅殺手並唔係北韓嘅特工或者間諜，而係兩名嚟自越南同印尼嘅女子。佢哋原本以為自己喺馬來西亞機場拍攝緊搞笑嘅整蠱短片，究竟係乜嘢原因令到呢兩位女子變成殺手？佢哋又如何做到殺人不見血？同時，北韓係點樣秘密監視住整個事件嘅發展呢？每一個影片都花費大量時間做資料搜集、編寫同剪輯，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目標係2023年內達成1000訂閱。事不宜遲，依家就為大家講述喺2017年發生嘅暗殺金正男事件背後嘅故事。2017年2月13號早上大約9點，一名穿住灰色褸嘅男子本應由馬來西亞吉隆坡國際機場乘坐10點50分嘅航班飛到澳門。當佢前往自助登機櫃台辦理緊登機手續嘅時候，忽然有兩名女子從後抹咗一啲類似 BB 油嘅物質落呢位男子嘅眼同塊面度。呢位男子非常震驚又憤怒，但佢並冇第一時間衝去洗手間清洗咗面上嘅物質，而係揾最近嘅機場保安投訴同求救。保安隨即帶呢位男子去到機場內嘅診所進行處理。閉路電視上面可以睇到，前往診所嘅過程中，呢名灰褸男子開始出現身體不適嘅症狀，行路拐下拐下。去到診所嘅時候，灰褸男子已經開始失去意識，仲出現癲癇嘅症狀。工作人員檢查咗佢嘅護照，發現男子手持住一本北韓外交護照，名叫金捷。北韓作為一個神秘國度，能夠離開國家嘅人絕對唔係等閒之輩。機場工作人員都唔敢怠慢，隨即將呢位名叫金捷嘅男子送到吉隆坡布城醫院。但係前往醫院嘅途中，金捷已經失去咗生命跡象。而呢位名叫金捷嘅男子並唔係啲乜嘢普通人，而係前北韓領導人金正日嘅大仔金正男。金正男係金正恩同父異母嘅哥哥，佢實際上係私生子。媽媽成惠琳係北韓嘅女演員，曾經有過一段婚姻同埋育有2個仔女。成惠琳嘅爸爸係喺日治時期出世嘅南韓人，所以金日成一直都好反對呢段感情。雖然金日成反對成惠琳，但佢非常中意佢嘅孫仔金正男，加上佢同自己嘅爸爸金正日關係一直都唔錯。曾經喺俄羅斯同瑞士留學嘅金正男一直被視為北韓領導人嘅接班人。由於喺國外留學，佢嘅思想受到一定程度嘅西化。喺2000年，金正男就曾經讚揚中國嘅改革開放政策，希望北韓可以仿效。但呢啲言論唔單止未得到支持，仲被視為革命嘅叛徒。喺2001年，佢因為試圖使用假護照帶住屋企人去日本迪士尼而被捕。之後，金正男開始失寵離開北韓，定居喺澳門。即使金正男聲稱對政治冇興趣，但係喺金正恩嘅眼中，金正男仍然被視為威脅。由於身處國外，金正男經常接受記者嘅採訪，又會批評北韓政權，甚至有報道指金正男一直同美國中央情報局有接觸。而佢今次去馬來西亞嘅目的就係喺浮羅交爾嘅一間酒店與 CIA 人員會面，但呢個消息從未得到證實，或者因為以上種種原因而招致殺身之禍。根據消息指出，金正男過去多次遇到過暗殺嘅威脅，而且金正日去世之後，金正男曾經向中國政府求救，北京政府亦都為佢提供咗保護。或者係怕當金正恩未能駕馭領導人之位，一旦出問題，中國就可以扶植金正男。考慮到金正男本身已經非常警惕，北韓當局為呢次暗殺計劃做咗啲咩部署？佢哋又係點樣訓練兩名女子喺佢哋毫不知情底下，令佢哋成為殺手呢？嚟自越南嘅段氏香一直都好想出名，
曾經參加過越南嘅選秀節目《越南偶像》，同時都有被邀請拍攝過 YouTube 片。另一位 Siti Aisyah 係嚟自印尼，最初係為咗改善自己同家人嘅生活前往馬來西亞，但可惜最終成為咗性工作者。佢哋各自喺越南同馬來西亞認識到自稱為日本電視台製作人，邀請佢哋成為搞笑整蠱節目嘅女演員。節目宣稱會喺日本播出，每次拍完片都會即時出糧，報酬大概係100蚊美金，之後甚至加人工到幾百蚊美金，錢比自己之前嘅工作嚟得容易，所以佢哋一直都冇懷疑過，更唔可能聯想到最終目的係暗殺北韓領導人嘅哥哥。而段氏香同 Siti 要做嘅惡作劇就係搽啲 BB 油落隻手度，再整蠱啲途人，之後演變成將有 BB 油嘅手揞住途人嘅眼，再玩下猜猜我是誰嘅遊戲。佢哋唔單單喺越南同馬來西亞拍攝，甚至會飛到亞洲各個城市。有消息就指佢哋去唔同亞洲城市，好可能係暗地裏跟蹤金正男，而兩名女子並唔知道佢哋嘅惡作劇其實就係暗殺訓練。北韓嘅團隊偽裝成拍片足足幾個月。2017年2月，北韓終於都揾到一個最佳時機，兩隊團隊喺暗殺之前幾日抵達咗吉隆坡。段氏香同 Siti 喺暗殺之前幾日仲有去機場拍片整蠱下啲旅客。去到暗殺前一日，北韓嘅特工仲分別同兩位講，今日嘅拍攝會加入一位男演員同一位女演員，照平時嘅方法整蠱呢位男演員就可以。段氏香同 Siti 並唔認識，更加唔知道呢一位所謂嘅男演員就係金正男。最終就出現咗片頭暗殺嘅呢一幕。金正男被塗抹喺面同埋眼上面嘅並唔係普通嘅 BB 油，而係一種名叫 VX 嘅神經毒劑，比沙林毒性高10倍至幾百倍。而且金正男被塗抹喺眼部，毒素好快就進入到血管。而點解兩個女仔又冇被毒死呢？就有兩個講法。說法一就係因為手嘅皮膚比較厚，難進入血管，只要及時沖洗就可以避免中毒身亡。說法二就係段氏香同 Siti 手上只有一半成分嘅 VX 神經毒劑，所以就需要兩個女仔將手中嘅毒劑混合先會起到作用。馬來西亞警方好快就拘捕咗段氏香同 Siti， 然而佢哋完全冇辦法相信警方所講嘅說話，甚至認為俾警察問話都係整蠱節目嘅一部分。佢哋一直否認參與暗殺。Siti 想聯絡同佢一齊拍片嘅張先生，但已經聯絡唔上。據 Siti 嘅陳述，係有人介紹咗一位名叫 James 嘅製作人俾佢認識，同聘請佢出演呢個整蠱節目。但 James 唔識講印尼話，英文又講得唔好，所以就出現咗另一位識講印尼話嘅張先生。而另一位女子段氏香就喺越南河內認識到一位名叫 Mr. Y 嘅男子。然後 Mr. Y 就介紹咗佢嘅老闆夏拉摩利俾佢認識。當然去到呢度大家都知道，佢哋並唔係啲咩製作公司嘅人，而係北韓嘅特工。佢哋嘅背景資料比較少，只係知道同段氏香拍片嘅 Mr. Y 爸爸係前北韓駐越南嘅外交人員，所以 Mr. Y 就識講越南話。而且喺機場閉路電視片段發現，除咗啱啱提到嘅 James 張先生、Mr. Y 同埋夏拉摩利之外，馬來西亞嘅警察仲發現到另外4名北韓同伙，一位應該係同夏拉摩利一齊策劃呢次暗殺嘅特工，被稱做教父嘅歐永吉，一名駐北韓大使館員工名叫袁光成，一位高麗航空嘅員工金旭日，而最後一位北韓特工名叫李宗哲。李宗哲當時就係住喺馬來西亞，而且係一位化學家。李宗哲唔單止係受僱於北韓大使館，就連佢嘅屋租都係由北韓政府支付。8位北韓特工完成咗暗殺計劃之後就隨即換衫，有4名成員就利用大使館員工嘅特權同高麗航空員工嘅便利，走快道坐飛機即日就離開咗吉隆坡，而同 Siti 一齊拍片嘅 James 就已經不知所蹤。警方最後就只係成功拘捕咗化學家李宗哲。
而北韓大使館員工袁光成同高麗航空嘅員工金旭日就匿埋喺北韓大使館入面，而因為國際法，警方都冇權進入大使館進行拘捕。但呢一單案好快就上升到政治層面，而且仲變成人質外交，兩國都分別驅逐大使館人員。北韓否認一切指控，仲要求遣返金正男遺體同涉案嘅北韓人士，去換取駐北韓嘅馬來西亞大使。最終令到呢單案除咗段氏香同 Siti 之外，所有涉案嘅北韓人都逃之夭夭，連最重要嘅證據金正男嘅遺體，亦都直接拱手讓翻俾北韓。而等待住 Siti 同段氏香嘅，好可能係死刑。2017年10月，段氏香同 Siti 首次出庭受審，佢哋嘅辯護律師認為呢場係一場唔公平嘅審訊。例如佢哋指警方並未喺北韓化學家嘅住處調查 VX 毒劑嘅證據，整個審訊似乎只係馬來西亞政府試圖平息同淡化事件，亦都希望借審訊挽回一啲面子。經過長時間嘅審訊，喺2019年3月迎嚟轉折點，當 Siti 同段氏香再次出庭受審。當時兩位女子已經拘留咗1年幾，但係開庭時控方突然宣布撤銷對 Siti 嘅所有檢控，當庭釋放，只係留翻段氏香一個接受審判。原來印尼政府喺過去嘅時間內不斷向馬來西亞政府施壓，最終成功釋放咗 Siti。不過喺2019年4月1號，段氏香嘅控罪亦都由謀殺改成以危險武器引致他人受傷，被判3年零4個月。由於佢喺候審期間已經坐咗1年幾，再加上表現良好，佢喺1個月後就刑滿出獄，然後被遣返越南。最終冇人需要為呢次嘅暗殺案負上任何嘅責任，呢種暗殺案亦從此變成咗一宗懸案。當然大家都心中有數，呢一宗係一宗政治暗殺，但北韓要暗殺金正男嘅真正動機仍然係一個謎。多謝收睇玄奇移民館，歡迎大家喺留言區講下你哋嘅睇法，同埋訂閱呢個頻道 ，share 俾朋友。下集將會為你帶來更多嘅玄奇移民。